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参加读书会不用缴学费，保证交到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跟这句话相互辉映，还有另外一句话也是很好，叫做“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两句话是文词虽异，其意相通，意思是一样的啊。本无事对无一物啊，自扰之啊对惹尘埃，用词遣字啊非常的美啊。两句话呢都颇富哲理，很值得我们去探究。是前者见其浅啊，深者见其深啊。也就是依个人的根基深浅啊，会有不同的体悟啊。有一个师傅呢，出了一个难题啊，要考弟子们啊。师傅就问弟子们啊，请问有一只小鹅啊，鸡鸭鹅那个鹅，有一只小鹅啊，从小就被装在瓶子里面的饲养。那3个月后呢，这只小鹅啊，身体越来越大了嘛。已经大到无法从瓶子里面呢，把它取出来。那师傅就问啊，请问如何不打破瓶子的前提下，让这个鹅呢活着出来？这个问题呢，把他的弟子们都问倒了啦。大家绞尽脑汁啊，就是想不出答案。大家就想说，难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没有答案吗？可是师父应该不会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呀，那既然师父会这样问，一定有他的用意啊。于是呢，弟子们呢就继续想哦，日也想，夜也想，想了很久，还是想不出答案呢。最后呢，师父就干脆直接告诉弟子们答案。当这些弟子们得到答案的时候呢，大家不禁哈哈大笑啊！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可以困扰我们这么久呢？真是太笨啦！答案其实呢，并不科学啦，但是呢，饶富禅味啊。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根本没有瓶子，也没有鹅了，所以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那师父要教化弟子们的是什么？所有的问题跟烦恼，都是你头脑所制造出来的幻想。它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在这个世界上啊，从来没有一只活在瓶子里面的鹅。如果你认为不存在，如果你为了不存在的东西而忧虑烦恼，那就白忧虑烦恼了。所以不要庸人自扰了啊！意思这句话的师父要给弟子们的启示是这样子的。还有，以前我记得30多年前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刚开始推动参加慈济志工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说，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啊，那个可以福慧双修啊，都是亲手骗布施啊，那时候呢，我就利用工厂的资源常常就出钱出力啊，去帮助人捐什么洗肾机啊，捐什么那个救护车等等嘛。这个时候就有人会讲说，哇，这个刘先生现在很发心哦，出钱出力做好事哦，有些台商啦有些人会赞叹你但是有些人就不是这样子他会说风凉话他会说什么那个刘先生我看以前坏事做太多了啦，所以现在要靠这样子行善布施来赎罪了，这样一听，我听到这样我就很不舒服，那时候功力不够，很不舒服啊，庸人会自扰啊。有一次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回来精舍里面，我就跟上人提到这个事情有这样的困扰。上人说，你有这样没啦？人家这样子讲，你有没有这样子？你有没有这样子呢？我说不啊，我没有啊。上人说没有就好啊，没有就没事了啊，你干嘛庸人自扰之？你干嘛对号入座呢？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一念心转，万境转了。所以这个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10几天前的我跟海外一个据点的连线呢，也是问与答了他们提问题嘛，
就有访视的团队跟我提说我们去到一个照顾户的家里那我们都会还是个妈妈了妈妈跟一个儿子两个生活在一起了那儿子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活能力的人，这个心智上有一点不是很正常的那妈妈单亲要带这个儿子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生活很陷入困境。那我们每次去都要我们给他现金现金补助了。现金补助的话呢，他比较好买东西的，你要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嘛，对不对？你给他东西，可能有时候他不需要那个东西，他需要别的东西所以你现金给他的话，他会更方便。那位访视的师姐就问我说：“哎，我们很困扰每个月我们去给这个现金补助现金的这个现金给这个妈妈的时候，儿子看到就很不高兴，你们都把钱交给我妈妈，都没有交给我。但问题是他不会用钱嘛，妈妈是在用钱的人嘛，就对慈济人就不太友善了。你每次来就是钱给我妈妈都没有给我他认为这样子他就不高兴了。好几次下来，那他们这些委员、这些访视志工就很困扰，怎么办呢？对你就是要帮他嘛每次帮他，妈妈很高兴，儿子很不高兴，那怎么办？这个陷入困扰。他问我说这个还不简单吗？你下次给妈妈钱的时候，就不要让儿子看到嘛，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啊。我说他说怎么办？孩子都在那个儿子都在现场家里不大每次去妈妈跟儿子都在一起我说你不会调虎离山你不会几个人跟儿子谈天，让儿子脸向那边，然后妈妈在这边的时候，几个过来这边就给钱给妈妈，不是解决了吗？对不对？你看这么简单，我们刚才讲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们陷入这个困境里面陷入这个观念的瓶颈里面跳不开，变成一个困扰。结果我一讲完以后学到了，好几个师姐说学到了这个还不是本来就是没事，很自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你却觉得好困扰好困难，是不是一念之间一样的道理？当烦恼出现时我们要知道我们并没有拥有烦恼，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烦恼的念头而已其他什么也没有啦。其实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连起心动念也是有为法，也是假的，是虚妄的经文还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连心也是不可得所以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不是真的，既然是诸法皆空，那何必去计较，何必那么认真呢？这段道理呢是发人深省。其实人之所以会有感觉被歧视被埋没被伤害、被打压、被冤枉、被误解等等的反应表面上看起来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其实都是自己的自信的显现，也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或对这个人的看法跟想法。如果能将这些看法跟想法所产生的感受令其不生反应这就是对这些心理现象不产生反应的话，就好像两个人在跳舞，两个人共舞，只要其中一个人不随之起舞，不跳了，那游戏就自然终止嘛。那这个时候的心境呢，自然是什么？不惹尘埃不起涟漪对压力虽有感受，但不起反应，这样就没有压力了。对伤害有感受，但不起反应，这样也是没有伤害对苦也是一样对苦有感受，感觉很苦，但是没有苦的反应，这样还是不苦。所以感受跟反应之间是有微妙的距离我们可以学习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这句话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一次有感受就好，不要有反应这就是佛法精深绝妙之处证严上人曾经持示过，
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镜子，即使看到别人有缺点或缺失，我们也是要心存感恩，感恩对方实现一个不好的相，让我们来警惕，让我们来学习呀。这句开示呢，是在提醒我们呢，在纷乱中更要提起正念啊，叫做拨乱反正，乱中修定啊。有一次我随师行脚啊，到了某一个据点台湾那一位资深的委员呢，就向上人哭诉自己遭到冤枉跟指责但他也很担心说这样的冤枉指责呢，上人会误会他他很担心，所以上人就持示说到了，就跟他讲你太在意别人的话，而造成耿耿于怀别人对我们有什么看法，我们反省过后，有错就改，没错就放下，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否则会烦恼自己找这也是一句经典的开示所以如果我们要自己对号入座的话呢，那就是自愿与乱境沾染除非有善知识及时出现引导我们转念离境或自己本身具备有那种洞察力跟离职力否则的话，日子要在起心动念中呢过得很清安那是很难的事情慧能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句话大家也都是听过，而且朗朗上口。意思是说，菩提树是空的，明镜台也是空的，身与心都是空的，本来是无一物的空，那怎么可能惹尘埃呢？假如你是心空无见的话，任何的事情从心而过，没有留下痕迹，就好像船过水无痕一样这个就是以前那位广清老和尚所说的“无来无去无代志”。那你如果要有来有去，就有代志，所以本来就无代志没事情的，那又何必自己没事惹尘埃呢？尘埃都是自己惹来的，佛法上叫做自惹尘埃啦，也就是庸人自扰啦。有一位学佛很久的在家居士有一天他跟他的师父说：“师父，我发现最近我们的佛堂是是非非很多，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一个修行的道场，而是一个是非道场。所以呢，我想来想去，我选择离开。”这个师父听了之后就跟他说：“你要离开，我同意。不过在你离开之前我要请你帮我做一件事情。”这位弟子就回答了：“好啊，师父，请你吩咐。”师父说：“请你去倒一杯满满的水，手捧着这一杯满水，绕着佛堂走3圈，中间不能让任何一滴水流出来。”这位弟子就照做了，很专注，很小心翼翼的不让杯子的水流出来绕完3圈之后呢，师父问他：“你刚刚在专心绕佛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是是非非有没有听到是是非非这位弟子恍然大悟原来是什么？本来无一物，自己惹尘埃自惹尘埃不是外境的变幻无穷而是自己的心动荡不定所以当你在一心专注自己的努力跟学习之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心因为很专注嘛，所以你是心无旁骛你不会去注意旁边的人因为当你正在忙碌当你在忙碌自己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会无暇注意其他的事情。所以让自己很专注很忙碌也是一种方便法消除烦恼的方便法尤其呢是一忙可以除数害。以前我们讲一忙除3害其实3是个形容词的不是3只有除3害，只有除3害吗？其实是3是很多的意思一忙可以除数害
可以让我们忙得没有时间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啊。近世一讲啊，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就是这个道理嘛。而且呢，忙得没时间烦恼，忙得忘记烦恼，忙得没有时间看别人的缺点，忙得没有时间生病，忙到忘了等等啊。所以呢，人不要做阴阴美代子啊，阴阴波代际啊，也不要做无聊一次郎啊。女生叫做阴阴美代子的，男生叫做无聊一次郎。对，所以没事呢要找事做，所以让自己保持忙碌是一种方便法门。不过要注意一个前提，不是忙就好了，要身忙心不忙才可以。这个关键上，心不能太忙碌，身体可以忙。曾经有一位师姐呢跟我抱怨说，她的组长一位志工跟我抱怨他的组长常常给他臭脸色看而且呢跟他说话口气很重，让他非常不开心那我就跟他说啦，我说据我所知这位组长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呢，常常心情不好导致呢情绪不稳他应该不是故意要对你讲话很重了，也不是故意要给你臭脸色看而是你倒霉去看到。所以我送他一句话，我教他善解。我跟他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不过呢，他却跟我说，那位组长是故意的啦，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而是常常这样故意的。那我只好跟他讲说别人无心讲，更要无心听他又跟我说他都故意对我这样子，我如何无心听我再耐心跟他讲我说组长跟你一样，也是来修行，要来改善自己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调整嘛就像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时间调整一样嘛还没有改善到那个程度嘛，你不要要求我这么严嘛，对不对待人以宽的意思嘛。所以他还没有改善之前呢，我们自己先改，不是说你不对要改啦，而是我们先改自己的念头，就是转念的意思啦他不能改，我们改嘛。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故意的，其实他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能力不显露他的习气，是能力不足啦。我们自己也有能力不足的时候也是会造成没有能力不显露我们的习气嘛。用这样的同理心去转念才会心比心更贴心能够这样想呢，就是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了，这样才是善待自己。那临走前呢，我就请他把刚刚这句话的完整这句话完整的把它记录下来整句话就是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别人有心讲，那更要无心听。智者轻轻讲，我们重重听；那凡夫重重讲，我们就重听。重听什么？重听就是听不清楚或听不懂啦，听不啦所以也不要放在心上，也就没事了嘛所以什么话要重重听，那什么话要重听这两个也是要把它弄清楚要清楚取舍。重重听就是该记得忘不了，那重听呢，就是该忘的记不起。两个清楚把它分别叫做分别字那这位师姐呢，跟刚刚那位觉得佛堂是非很多要离开的那位居士都是什么？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那什么是庸人？庸人就是庸庸碌碌之人那庸庸碌碌之人也差不多是浑浑噩噩，也差不多是懵懵懂懂了这样子的人都很容易庸人自扰了。举一些俗事的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抽烟喝酒如果对我们的修身养性或家庭幸福或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话那抽烟喝酒还有一点理由啦，你喜欢抽烟喝酒还有这一些理由啦。但是抽烟喝酒不但伤神耗财还会造成肺癌跟肝癌很多人还乐此不疲，这样就是庸人自扰了
同理呀，喜欢快速飙车，喜欢酒后驾车也是一样。每天电视不断的播这种害人害己的新闻，这些人就是逞一时之快嘛。本来都是想了不起啊，结果都变成起不了啊。这也是庸庸碌碌之人的庸人自扰。这个世间呢有太多凡夫俗子，自寻烦恼，自找烦恼而浑然不自知。再举个例子，有些情侣啊，在求婚的时候，弄了什么大气球啦，大广告啦，或者跳水啦、跳伞啦，或者一些艺人风风光光的求婚秀等等。如果不能恩爱一生啊，或者百年好合啦，或者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不是笑话一桩吗？不如低调一点啦。所以有很多人常常在讲问情是何物啊？其实就是一物克一物，叫做共业。感情的事啊，瞬息万变啊，因为人心很无常嘛，人心也善变，而且捉摸不定嘛，所以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啊。所以刘德华才会唱那一首嘛，《忘情水》嘛，各位都知道嘛，《忘情水》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情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忘情水，人生的真谛，人性的写实啊。人心跟人性这么不牢靠，可是还要大动作的求婚啊，或者大场面的设宴啊，这也是一种庸人自扰啊。太上感应篇的经文中有一句话说啊，福祸无门啊，为人自招，善恶之门如影随形啊。的意思是说，每一次轮回的福跟祸呢，它所带来的业障跟果报啊，都是自己招赶来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因为天下是本无事嘛，会有福跟祸的差别呢，都是自己的造作而来的，都是自己惹来的。这个也可以叫做庸人自扰，自惹自求的意思。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叫做什么？自性显现啊，都是从自己的内心投射出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居士觉得佛堂是非很多啊，但是捧着那一杯满满的水在绕佛的时候，又不见是非啦，一下有，一下又没有，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那到底有没有啊？所以佛法才说嘛，有而非有，空而非空，非空非有，空有不二，一体两面的意思了，也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啦。所以本来无是非，而是庸人自扰之啊。那从哪里自扰呢？你说庸人自扰，那从哪里自扰呢？从自己的本心跟自信啊，从内在啦自扰啦。本心跟自信本来就是清净无染的嘛，是没有烦恼跟挂碍的嘛。人之心，人之初性本善啊，佛心是清净的啊，叫做天下本无事，也叫做呢自信本无染，本来就是清净的，会感觉受污染，那是庸人自扰啊。就好像说一杯清净的水啊，干净的水放在那里啊，你没事去搅和它，那当然会混沌不清啊。这个就是自扰嘛。凡夫俗子是什么自扰啊？贪欲太重就是一种自扰，心存贪恋就是自扰了。只是一个贪啊，就扰乱我们的一生啊，何况不只是贪而已啊，还有什么嗔痴慢疑五个
5个敌人每天都在围困我们困扰我们我们内心的家常常有这5个不速之客呢到访我们很好客总是开门让他们进来，但是呢，他们却进到屋子里面来，破坏家具，打破窗户，甚至偷窃钱财我们很不高兴很烦恼只好把门关住，不让他进来。但是隔天呢，他们又来，而我们明知这些是困扰我们的敌人，可是很奇怪我们还是把门打开，让他们进来。这样的事情呢，一再重复的发生，这就是我们内心的家被这5个敌人围困的情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刚刚那位说组长对他讲话很重的那位师姐也是这样被围困而烦恼缠身不是吗？我们每个人也都不例外，同样每天都被这5个人围困，每个人也都在苦思如何脱困虽然被这5个敌人围困了，但是我们也会想怎么去脱困要脱困之前观念要先脱困工作的瓶颈要打破之前呢，观念的瓶颈要先打破因为世间的一切所谓麻烦事其实都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只要你愿意，任何一个困扰都会成为我们一个超越自我的契机。反过来妙用它的意思就好像我们讲没有苦就很难修行一样，苦是很苦没有错，但是没有苦又不能修行意思是这样的嘛。当年台湾、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在推动近似语教学，跟大爱妈妈走入校园近似语教学比较早了，我看到30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海外大概都是20年前开始的嘛。那大爱妈妈走入校园也差不多是有20年的历史了当初要推动这些，也是面对很多的考验这种能将好话跟人文教育带进校园里面除了以活泼生动的故事跟方式协助导师带动学生之外也见证了有推动的学校校风就是不一样有推动的这个课堂那教室呢就跟没有推动的教室气氛是不一样。然而这么好的人文教育可不可以进入校园的关键因素呢？是校长是一校之长他说可以你就进来，说不可以你就不能进来但是校长如果透彻了解这个近似语教学是做人处事的道理，而不是宗教教育的阐扬，他是在传智慧，在传法，他不是在传教的你这个观念一突破的话呢就能教会全校的莘莘学子这样校长就变成全校学生的大贵人相反的，校长认为近似语教学是证严法师讲的近似法语证严法师是属于佛教以这样的推论逻辑来排斥近似语好话入校园那这样就是校长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让学生失去接受人文教育、人格教育熏陶的好机会那这样也是一种什么？近似语本没事，校长自扰之一样的道理碰到儒家孔子的论语可以朗朗上口可以在墙上呢贴论语的字条但是碰到近似语好话就很敏感，想排斥这是好话本身是不敏感的，是人在敏感。校长如果是这样的思维，那影响所及就全校的学生，这样就很可惜了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了。就好像病人去医院看诊看到医生的时候，应该不会先问说医生你是什么宗教你是信什么宗教才决定要不要接受你的看诊，不可能嘛，对不对？同理慈济在台湾有7家医院嘛，名称都是佛教慈济医院应该没有人会因为说佛教2个字好敏感我是基督徒，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回教徒我就不要进佛教的医院他就不进来求医，这个应该不会这样子的。再举一个例子，去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慈济配合政府把许多净智堂提供出来
当做民众的疫苗施打站，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因为金石堂很大很宽敞那个动线很好安排那也应该没有人会因为金石堂是佛教的建筑而不进来打疫苗，反而因为进来打疫苗的机会，第一次踏进慈济的金石堂哇，里面的慈济志工温馨的服务这些人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服务的很贴心，哇，津津乐道因为这些志工是把服务人群当作结好缘的机会所以呢，这些志工心存感恩。同理，灾区的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之际呢，也不会先问说来救他的人是什么宗教，才决定要不要被救不可能嘛？对，你正在需要的时候，人家一来，你是感激不尽的，不会去问他你是什么宗教的嘛？对。有一个故事有些人可能听过，讲一个故事有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发愿把毕生一切都奉献给教主每天回家都不忘随时祷告。有一天呢，他住的这个村子里面呢，遭逢台风而淹大水，眼看外面风雨交加，大水一步一步的逼近他的家，这位教徒依然祷告着，他相信依我这么虔诚，主一定会来救我。水已经淹过一个人高了他就往上爬了嘛。这时候呢，一辆救生艇到了，救援人员跟他说：“这里已经不行了，请赶快跟我上船吧。”他很坚决的拒绝说：“不，我相信我的主会来拯救我的。”说完就不理救援人员继续在那边祷告那救援人员眼见他不愿意上船，也不能强迫他，只好去救其他人没多久水很快淹到了屋顶。这位老兄爬到屋顶上面去依然祷告着，很虔诚。这时候呢，一艘小船到了，一样呢要求他赶快逃离但是这位老兄依然故我只回说我相信我的主会来救我就不理救难人员了。救难人员很无奈只好离开去救其他人水位持续升高，终于淹到屋顶的十字架。他屋顶有个十字架他依然虔诚的祷告并相信这是上帝的试炼，唯有坚持下去呢，就可以得到主的救赎这个时候呢，船来都没用了，直升机到了，救难梯子放下来了，驾驶呼叫他说：“请你抓住梯子，跟我们赶快离开。”这位老兄呢，无助的抓住十字架的顶端这个时候的水已经淹到他的胸口了，但他还是满口拒绝说：“主会来救我的。”救难人员说：“你要快上来，这里已经不行了，不能再坚持了。”这时候呢，他几乎快被大水冲走了，水快淹到鼻子了。恍恍惚惚之间呢，没有办法了，形势比人强他还愿意抓着绳梯呢，想要被救可是这个时候因为拖太久了，体力不支了，最后被淹死了。这位老兄上了天堂之后遇见了上帝就问上帝说：“主为何我这么虔诚的向您祷告，您却不愿意救您的子民呢？”上帝就会跟他讲说：“有我派了救生艇、小船、直升机去救你，你为什么不救自己呢？”所以本来是可以没事而获救的，但就因为庸人自扰而自误这个故事道理是如此再举2个活生生的例子。以前香港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女艺人她罹患了子宫癌医生诊断后跟她说：“还好，只是初期，把你的子宫切除掉以后，你就可以保命了。”但她拒绝手术，因为她说她将来还想生孩子，所以不能把子宫拿掉，子宫拿掉就不能生孩子的所以她必须保留子宫嘛。因此就自行采用了民俗疗法治病，结果拖了2年，病情恶化，最后错失了动手术的黄金时间，而在遗憾中往生。还有一个例子，
这个以前我有提过一次了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以前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聚焦的那个重点不一样这次不一样虽然讲过，但重点不一样。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当他发现自己罹患胰脏癌的时候呢，医生也是跟他说，还好啦，只是初期的，把胰脏切除就可以保命了。但他坚持身体不要被动刀自己采用什么自然疗法去医拖了9个月后呢，病情没有好转了，反而呢越来越严重。这时候他就跟那个刚刚那个什么那个教徒一样才要求助医生希望医生帮他动手术但医生跟他说，你拖了9个月，癌细胞已经到处蔓延恶化了，切除胰脏也救不回你的命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在医院中往生以上这2个例子也是活生生的警惕本来都是可以没事的，但平庸的人会无端生事，自找麻烦，都是庸人自扰而自误，不是吗？我们局外人看起来很疑惑怎么这么聪明的人会被这么简单的判断的事情所误呢？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定业难转劫数难逃我们旁边看的怎么这么简单，你会犯错呢？对，怎么本来没事你会变有事呢？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化解，但是它就是化解不了。定业难转，劫数难逃，这个是剧本早就写好了，不但不能偷看，你还要照着演出才会演出这样的剧情出来实在很冤枉所以说千金难买早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人生道理早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要宁愿懵懵懂懂而聪明不要聪明而懵懵懂懂懵懵懂懂而聪明，就是说虽然平常看起来事事无关紧要了笨笨无能的样子，糊里糊涂的样子，但是在最重要的时刻，他却能专注一时，变得很谨慎、很聪明。这个叫做懵懵懂懂而聪明的。那聪明的懵懵懂懂就是什么？平常看起来事事很机灵，就聪明过人，但是在重要时刻却反而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刚刚讲的2个例子就是聪明反而被聪明误了。懵懵懂懂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如果发生在小事上面的话还好，不影响大局，但是发生在大事上就会一步错千步差了，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令自己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影响一生聪明或机灵是好事，然而这还是属于世间法，还是不够就近不够彻底因为聪明的人也有可能将聪明用错地方聪明还是有污染，所以还有可能成为庸人，而庸人还是会不断的自扰，所以聪明还不够就近。如果能够进一步把聪明转化成智慧，佛法上叫做转世成智大家都听过嘛，转你的知识学问成为智慧的意思如果可以这样子转化的话呢，就会越活越自在，越活越靠近佛。一旦走入佛路，人生自然就会找到出路庸庸碌碌之人是很不好，聪明之人也不是不好，而是不够好智慧之人就比较好，因为呢，有智慧的人日子绝对不会过得懵懵懂懂有智慧的人更是耳聪目明但是要注意耳聪目明不是聪明所以他还是不会被聪明所误更不会庸人自扰，因为他的人生就是摸来摸去摸代际天下本无事，是庸人自扰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为止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